老挝特色，看这着啊，是蜜蜂吗？苍蝇。哎呀，哦看到没有？这个全是苍蝇。这是老挝的特色。对，老挝特色。再看一下，看到没有？那边全是。今天我带大家来认识一个美女，她在东南亚老挝这边是养鱼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她的故事。这里一共挖了多少亩啊？将近50亩的水面嘛。这里以前是3个鱼塘，那个时候我们来的时候，别人欺负我们家嘛，就这里的水源都没有。然后3个鱼塘，每个鱼塘我们1个月的电费就是100万电费，所以没办法，就一狠心一咬牙把3个鱼塘并作一个大鱼塘。然后我那边自己花了2万多块钱买那个这么大的水管，这么大，能把水路一接通。我这一大个鱼塘我就不用操心了。这里边总共投资多少钱？100来万吧，看着的，放眼所及，你能看到的都是我的地盘。就是我同学朋友他们就说这个是我承包了，我就是一个鱼塘塘主嘛，这个放眼所及都是我打下的地盘。在老挝做鱼塘塘主压力大不大？行情好的时候是没有压力的，但是你行情不好，疫情的时候，那个天灾人祸你就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为了节省饲料钱嘛，我爸爸就每一天就骑着他的那个摩托车去别人就饭店里面不要的那个烧水，就倒回来，就想到节省一点饲料钱就喂鱼。结果那一整个鱼塘，整整一塘鱼，起码有5吨鱼，全部死掉了，就翻塘，10多万，将近20万人民币了，没了。那个时候斤挖粮的，你说我省了就几10块钱一天的饲料钱，结果一塘鱼全翻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要吸取教训，就真的是不要去那个贪那个小便宜，真的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在老挝这边，你们主要是养什么鱼为主啊？罗非鱼它的那个经济价值最高嘛，一个是它的那个饲养周期短，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受众面比较广，就是他们老挝普通百姓的话就比较能接受的就是这个罗非鱼，一个是它的味道比较好，再一个它没有脊尖刺，第三的话就是它的价格是最便宜的。草鱼呢？草鱼老挝人吃不起，1公斤草鱼的价格你可以买到2公斤的罗非鱼，以他们的一个消费水平的话，也相当于一个奢侈品了吧。我们中国说的4大家鱼，老挝这边怎么样？4大家鱼只有中国人吃得起，中国人和越南人。老挝人一般就是只吃罗非鱼，或者是他吃那个巴巴鱼，就是泰国鲫鱼，他们那个用来烧烤吃。你们这鱼苗是从中国过来的，还是从哪个国家过来的？最开始我们从海南引进的鱼苗，但是它那个鱼苗只吃饲料又不长，然后病比较多，就是遭病毒嘛，所以我们就后面从泰国进了鱼苗。你今年是来老挝第几年了？第6年，养鱼的第6年。我现在想问一下，养鱼到底挣钱不？不挣钱的话，我大老远从中国跑过来有必要吗？但是你说我挣了多少钱，全在鱼塘里面。我爸爸跟我说，只有你不养鱼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钱。因为你要养鱼的话，你要重复的投入鱼苗、压饲料，饲料它一个就是它的那个价格会波动嘛。就你想要把价格打下来的话，你就只有就是压钱进去，自己囤饲料，就在价格低的时候把饲料囤起来。等到价格涨的时候，我就用价格低的那个饲料一起喂了。你这边一共请了多少工人啊？正常的话，我们需要有4个工人才能正常运作，就是行情好的时候。但是现在经济萧条嘛，经济不景气，我们就2个工人，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捞鱼嘛。正常的话，我每天要保持在500公斤的鱼，就是日销售量在500公斤才有的钱赚。但是我最低迷的时候，一天就卖个几10公斤，饲料钱都包不住的，就只有自己倒贴钱进去。工人请了4个，就住在这附近。对，我们就是在鱼塘边的话，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比较的方便，不需要房租，就是工人可以包吃包住嘛，然后他就住在鱼塘边，搭个小棚子，简易的棚子给他们住。我们一来的时候，我们也是住这样子的棚子，就是为了偷盗嘛，偷鱼。我们就一个角落一个角落的，就是守着它，24小时不离人，就不间断。为什么不装监控呢？装了，你看那里以前装了，但是我这个水面太宽了，监控的话它不可能说
方方面面都能看得到。就像以前最猖狂的时候，我们家那个老厨房那里，我们一家人在那里吃饭，就在我视线盲角那个角落里面偷鱼，然后监控在那里，那监控也没有用啊，然后他就偷鱼，拿饲料袋一撒网撒下去，饲料袋装一袋，然后扛起就走，然后我们把碗筷一放就冲过去追他们嘛，追到了他鱼就放在那里丢了，然后人就跑了，躲起来了。这个视线范围太广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说依靠监控，你只能说用那个最死的办法，就是人监督。最难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围墙到处都是路，没有用那个围墙给它封起来，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搭了一个棚子，隔几十分钟、十几分钟的，然后用手电筒围着我这个鱼塘四处环绕巡逻一样的，真的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着。那个时候鱼你说很贵吧，也不贵，刚开始的时候批发价格是17000。这是你工人住的地方吗？对，我工人住的地方。你看就地取材，这个就是我们饲料袋，然后喂完饲料袋，然后他们自己用手缝纫起来以后，就是充当一个住房的一个门帘嘛。我工人在这里其实生活的很自在，你看他养的鸡鸭鹅，他自己种的，都是可以直接就是自给自足，他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开支。想吃鱼了，就是鱼塘里面抓，我们给他抓，只要你不拿出去卖，就自己吃，可以吃多少抓多少。然后这里的土地他们可以自己种菜，你看，这是一个老挝特色，看着这蜜蜂吗？苍蝇，哎呀，看到没有，这个全是苍蝇。这个就是我的工人比较节约，他不会拿去丢掉，这个是我们在国内的话就是不要的东西。这是鱼，是死鱼，对，然后他就拿出来烘干晒干，这是老挝的特色。对，老挝特色。再看一下，看到没有，那边全是苍蝇。我们养殖业就张嘴的都不算钱，他们说钱要到袋子里面来才是你的，张开嘴的都不算家产。你看我这里鼎盛时期的时候，每个鱼塘满登登的100吨鱼全部加起来，那个时候压力大，疫情的时候卖不掉，然后鱼张开嘴巴要吃，你不给它吃吧，又担心它死了病了，然后你只能每天喂它，那时候真的是压力巨大。这个鱼经常会死吗？不管是谁啊，就你养了再多年的庄家，你都不敢说我养鱼一条鱼都不死的，没有人敢吹这个牛。这附近我知道的4、5家养鱼的，每一家每一年至少要翻塘一次。不是说他们的养殖技术不到家，而是因为老挝天气比较热嘛，它全年温度在30度以上，平均温度。再一个水源，再一个你养鱼的密度，这些等等方方面面很多因素翻塘。你看一翻一整个，上面那一家去年7月份一翻一塘鱼，7吨全没了，就剩下200-300公斤吧，全扔了。然后他剩下的那200多公斤鱼，300公斤鱼吧，又放到另外一个鱼塘里面去了。第二天全漂起来，又继续打，又请工人，又请了2-3个工人。所以说养殖这一方面啊，就是你不狠心，你就真的是稍微一点点的不注意，就1年辛苦白费。你们的鱼主要是批发还是零售？批发加零售。因为你每天打捞那么多鱼过去的话，它不可能就是一条不剩的全部给你带走嘛，就总会有一些老挝人就我今天不来呀，或者是我今天要多要一点啊，你没办法就是完全算计好他每天要多少鱼。再加上的话，我们家里面人口比较多嘛，人手比较充足，所以我批出去以后，我就再兼带一点，就是零售嘛。毕竟都知道零售比较挣钱，批发不挣钱。现在罗非鱼的话，在老挝多少钱1公斤啊？现在是5万老币1公斤，折合人民币的话25块钱不到吧。1公斤罗非鱼？对，按公斤计算，这边都是按公斤。中国买鱼它是包处理干净的，在老挝这边买鱼它也会处理干净吗？对，会处理干净，就是我们帮它杀好，去皮、去鳞、去鳃、去肚子。或者是按他要求，他要怎么做的话，我们都可以帮他处理干净的。然后有一些的话，他们不需要杀鱼的话，就直接就是打包带走了嘛。
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很爽快的，他说不用杀，带走，然后我就很爽快的帮他装袋子，然后就会给他少一点钱，我都会很开心，又不需要我就是杀鱼，杀鱼很辛苦的。你看我这肌肉，看到没有？全是练出来的。练出来的。我一手提20公斤鱼，轻轻松松的，那手上7斤。现在还好了，我最近没有怎么干活，因为都是老屋人在帮我做事，请工人了嘛。以前早上3点多钟起来拉网捞鱼，然后用摩托车把鱼带到市场里面去批给他们，以后我还要自己在市场里面杀鱼。那个时候又没有小工，没有工人，请不到工人。就你按照市场价格来请工人的话，请不到。那个时候疫情结束以后，他们全部去泰国外出劳务了。因为那边的工资说实话比老挝国内的话是肯定要高很多，因为他们在泰国做1年的事情，包吃包住的话就可以省下来的钱相当于他在老挝国内打工3年，所以他们愿意去泰国做事嘛。你那边请工人1个月工资多少钱？最开始的时候是